大家好，我是七七，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大家点单很久的全麦吐司。全麦吐司最怕的就是那种干硬拉嗓子的口感，这样的口感也会大大的减低我们吃全麦的欲望。那我今天分享的版本呢，就是非常的柔软湿润，而且还可以拉丝的全麦吐司的做法。那我们就赶快开始做吧。提前来做波兰酵头，这样成品也会更加的柔软湿润。干酵母加水，把它激活一下，之后就倒入准备好的面粉里，水跟面粉的比例是1:1。然后干酵母的话呢，看你发酵的时长，可以室温发到3倍左右的大小直接用，也可以先发酵到2倍左右，然后放入冰箱去冷藏1个晚上。当然发酵时间越长的话呢，酵母的量也要随之减少。发好的波兰种呢，它呈现这样子的状态，有点像月球表面的感觉。然后撕开的话呢，它是满满的蜂窝状，这样的状态就差不多了。今天我会用厨师机来做，如果大家感兴趣手揉吐司的话，也可以看我上一支手揉日式汤种吐司的做法。煮面团里的材料除了盐和黄油先不加，其他都加入搅拌盆。搅拌盆跟搅拌桨我都有事先冰冻过，水呢是有一点点薄冰茶的水，这样可以很好的防止面团升温，在夏天也非常的合适。之前也有小可爱问过面温为什么不能超过26或者是28度的问题，那其实就是如果超过的话呢，面团就已经开始发酵了，面筋还没有非常完全的形成，面团就已经开始发酵的话，成品会比较粗糙，气孔也会非常不均匀的。先中低速把所有的材料搅拌成团之后，调整成中速，搅大概3到5分钟左右，然后加入盐和室温软化的黄油。先开动厨师机的中低速，把黄油和面团完全的融合，之后呢就可以调整成中高速，大概保持中高速搅个6到8分钟左右。全麦面团不需要打出10分筋膜，基本上形成个很坚韧的膜就可以了，这样后续发酵的爆发力呢也会更加的强。现在就可以进行基础发酵了。现在室温大概是27度到28度左右，就可以室温发酵到2倍左右大小。发酵好的面团取出，轻拍排气。面团等分成3份，取一个小面团，继续轻拍排气，然后就把它收拢成圆形。还有一种整形方式呢，就是像我这样一手按压一手转动，当然呢力气千万不要太大，只要呢把气体均匀的排出就可以了。接着让面团中间发酵松弛10到15分钟，面团的光面朝上，然后把它擀开。一面擀好之后呢，就把它翻转过来，可以翻面，这样子的话呢，粗糙面就会在上面了。擀卷的速度尽量快一点，否则3个面团的发酵进度不同，后续的形状也会不均匀。面团擀开的长度大概就是比普通的擀面杖要长那么一点点就可以了。接着呢，就从上而下的卷起来。开始的2个卷呢，就可以卷得稍微紧一点，然后就自然的卷起就可以了。卷好的成品大概就是2圈半左右。
接着就放入烤箱调发酵功能进行最后发酵，基本上发酵45到50分钟左右就可以了。千万不要发酵过度了，否则的话呢，口感会很酸，吃起来也不好吃。另外就是面筋疲软，面团的弹性已经不够了，烤制的时候呢，面包周围也都会破裂的。大概10分钟左右就可以加盖锡纸了，观察表面的上色情况。面包取出之后轻震一下，然后就侧躺在晾凉架上，等面包完全的冷却。这个柔软湿润可以拉丝的全麦吐司就做好啦。那我这次是用了65%左右的全麦，当然你也可以调整成70%甚至是100%。但是在外形上可能就要有一定的退让，而且100%的粗粮吃起来可能肠胃也会有一定的负担。大家可以添加一部分细的全麦粉的同时，再添加一些粗粒的全麦粉，都是可以自由组合的。记得粗粒的全麦粉呢，要先提前1晚上用水把那个麦麸泡软，这样子的话整个的效果会更加的好。那也希望大家喜欢今天的视频啦，我们就下期见吧，拜拜。